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宇老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节可以说关于只做整位的课。那么在不同产品的轮廓，我们如何去利用做整位的思路呢，来把它运用到一些可能比较简单啊，也有一些可能稍微较复杂的一个位置。那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桌面上面这个产品啊，这一节课的话，那同学们记住啊，我们讲的呢，第一个是分模，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 UG 的一个软件，包括呢一些命令的细节。然后大家在听课的过程当中，要是有不懂的地方的话，这个大家就随时提问，好吧？就是比如说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我讲完了以后你发现你的某一些知识点吸收的不是很好，或者说呢某个命令没整明白的，那大家呢都可以提问，好吧？那么在下课之前呢，我也会留一小段时间，10到20分钟的时间呢，给大家来解决一下你们正在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当然你们呢也可以现在就把它准备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学设计也好，做设计也好，你现在遇到的难点搞不定的，需要我来帮你讲解一下的，那么这个呢，等一下我会在下课之前留一小段时间给大家。首先呢，我们先按照我们这一节课的这个主题，先呢来给这个产品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这个整位的一个制作，包括分析面。那首先拿到这个产品呢，这个产品是已经摆正好了的啊，摆正我们就不讲了。然后我们先通过这个面分析斜率，我们来给这个产品呢做一个最前期的这一个分析。那么在最小值和最大值这里呢，我们改成这个正负 0.1， 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框选啊。这里其实我每一次讲这个命令的时候都会提醒各位，因为很多同学呢这个命令它设置好了，但是呢他没有去框选这个产品，也导致于它分析出来的没有颜色啊，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啊。那么这里的话，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产品呢，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讲呢，对同学们，其实像这种案例啊，看上去很复杂，对吧？它长得稀奇古怪的，实际你一步一步去做呢，那这个产品呢又没有那么难，因为这个产品呢，其实它只有在分析面上面稍微有一丢丢的这个难度系数，除了分析面以外，基本上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难度系数可言了，知道吧？基本上都是就是说前后模就能够脱模的，没有什么结构需要去做的。然后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位置开始讲，产品呢它是左右对称的，我们呢从这个地方这样子讲过来，好吧？这里呢看这一节课能不能把这个外旋分析面呢跟大家讲完。那首先呢，我们先从这个位置呢开始来做分析面。首先呢，对于分析面在这里呢，分析面的方法呢，其实我们通常用的呢就是片体分模和实体分模这两种方法。但是呢，在这里呢，同学们，如果说你是一个初学者，你想要快速的进入到设计行业，想要自己做设计的话，这里呢，你不要管什么实体分模、片体分模，你首先你要精通一种，精通一种呢，它可以是实体分模，也可以是片体分模。那么你精通这一种方法，一定要精通到什么产品分析面拉得出来，模分得开。你不要又想要精通这一种，又想要精通那一种，这个是就同学们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明白吧？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目的是进入到设计行业，而不是说什么都去精通，这个没有必要。那么在前期的话，比如说像这种产品的话，我用片体分模来跟大家讲啊，因为这种就是高低差比较大，然后产品弧面较多的这种产品呢，我更建议大家你们在做的时候呢，也用片体分模去做，不要用实体分模。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找到产品的这一个外圈的一个分析线，然后呢，根据分析线来做分析面，这个就很简单。这里呢，大家注意啊，根据分析线做分析面呢，我们其实就是通过在分析状态下面，但是呢，在分析状态的前提呢，还有一个摆正啊，这个我下一节公开课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如何去摆正一个产品，好吧？怎么样才算是摆正呢？好吧，这个我们下一节公开课再来跟大家讲。这一节的话，我们先不讲这个知识点。那么这里的话呢，你产品摆正了，这个面分析也分析到位了，那么分析线基本上就一目了然。那么你不要看到这个里面去了啊，这些地方你都暂时不看它，好吧？我们现在只看得见这个位置。对于这里的分析线呢，其实很好做，有很多命令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设计特征里面的拉伸，对吧？我们选择这一条分析线 ，OK， 这里过来，然后再到这一边，到这一边，到这一边。那么基本上你通过一个拉伸的命令就能够把这里所有的分析面呢都给它拉出来。但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或者这是唯一的一种制作分析面的命令或者方法吗？不是。我们除了拉伸，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应该还知道有延伸可以用，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用延伸。那除了延伸，还有没有其他的命令呢？也还有，比如说像扫略，或者说像调代这一类命令，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就针对于这个位置而言，我们都是可以有选择性的。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123。123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做任何分析面，我们都要有一个规律去做。比如说，我优先用什么命令去做，次于用什么命令去做，然后再用什么命令去做。这个就同学们，它有一个，你把这个先后顺序给它分出来。你拿到一个产品，你去做分模的时候，那么你要提醒自己，我们优先用什么命令做，对不对？比如说，那老师，你像这种地方，我们调代、N 边、扫略、拉伸、网格都能做，那哪个命令是好的呢？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一个优次选的话，那你在这个位置你就不知道，就是说，因为你拉伸出来这个分析面也可以，知道吧？你延伸出来这个分析面它也可以，那你到底用哪一种呢？是不是？那么像这里的话，同学们，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这个拉伸，用延伸会更好。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位置啊，我们这里的分析面其实拉伸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挺顺畅的，没毛病吧？对吧？如果说你再接着往这个下面去做，在这里我们放大面分析拉伸，对吧？选择这个位置，这个地方的分析线，从这里开始啊，从这里选择我们打开拉伸的这个命令，然后呢，选择这条分析线，这一条分析线，这一条分析线，对吧？然后这个地方分析线在这里，我们根据这种颜色的一个显示呢，把这个分析面呢都往这边这个方向拉伸出来。那么你这样一拉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毛病就出现了？它出现啥毛病呢？我们这个位置的分析线应该是从这里下来，这里这样子过来，对吧？这里再这样子过去，然后我们拉伸的时候，我们直接这一张面，就是说这一条分析线拉伸出来的面把这个位置覆盖掉了，这个就肯定不行。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取决于拉伸方向的问题。那当然没关系，对吧？我们只是说这个地方拉伸不好做，并不代表拉伸不能做。我只要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将我们这个面的拉伸方向改成自动判断的轴量，以这一条线作为拉伸方向，那么同学们，我们这一个面就能拉得出来。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样拉，对吧？你这样一拉，它还有什么毛病没有？没毛病吧？这个地方没有覆盖掉吧？没有覆盖掉吧？只是说，这里的分析线它有个小立角，这个立角没关系。因为我分析线本身在这个位置就是个拐角，但是呢，有一个点不好的就是我这个面呢往这边走，我这边的面它怎么走呢？是不是我这一边的面呢也要跟着，就是说我们刚刚这个位置的这一条分析线走呢？可以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同学们这样子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这里最好的优先于做分析面的方法呢，应该是用扩大面或者说用延伸的方式去做。为什么呢？在这里，同学们，我们做一下看啊，做出来我们就能够对比一下。以放大面分析的状态，因为我是用的 UG 8.5啊，那同学们如果说你们是用的 UG 11.0、12.0 以上的版本，那么这个步骤就可以没有，你直接在插入的修剪里面，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叫做延伸片体的命令。那么我们低版本像 UG 8.5或者说8.0、7.5像这种版本的话呢，那我们就需要利用到这个抽取几何体，先将我们的这个蓝色面复制出来。将这个蓝色面复制出来了以后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复制的蓝色面，这里有一条边界线是分形线，知道吧？这里有一条边界线，它是分形线。那么我复制的这个蓝色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把面抽取出来，复制出来，然后呢，再用这一个修剪与延伸的方式，那么以按距离的方式呢，延伸这个面，对吧？比如说我延伸50延伸100，是吧？你能延伸多少，我们就延伸多少，以100个毫米呢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阶梯或者说一个距离。这个延伸不了的，看到没有？你去点应用，其实你不用点应用，对吧？它这里已经报错了，它告诉我们无法按指定距离延伸目标缩短延伸距离，这里我们就可以先不延伸，对吧？试一下这边的，然后再试一下这张面，对不对？这两张面都不能延伸，你不能延伸的没关系，我们先放一放，这一边能延伸。那么这一个不能延伸的，我把100改成50，看到没有？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要能够看明白，尝试着去理解。无法按指定距离延伸目标缩短延伸距离，这里知道这句话的同学就知道这句话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打个1；不知道的同学来打个0，好吧？在我们的聊天窗口把你知道不知道告诉我，知道的话打个1，不知道的话打个0。在这里呢，就是同学们我们要注意到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零基础啊，你刚开始在学这个设计，那么你一定首先要尽可能的去理解 UG 里面的这一些专业术语。你去理解它呢，并不是说让你去翻很多书籍啊，或者说去怎么样。你用简单的，比如说像这里无法按指定距离延伸目标，
它告诉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指定的距离，指定距离是多少？是100，对不对？去延伸这道面。它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缩短，对吧？它告诉我们距离太长了，没关系，把100改成50。那么这就是这个命令。比如说我再延伸50能不能行，对吧？我把100个毫米的长度分2次延伸，同学们，你这样一延伸出来，这个面不就到位了吗？对吧？不就延伸出来了吗？刚好100。那么延伸出来的这一张面，跟我们这个位置是完全能够对接上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的面等一下也做个延伸，这个地方到时候做个整位。这里不着急啊，我们先把这一边的做出来的面呢处理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做出来的分析面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说是有问题的呢？因为面与面之间存在间隙。这个间隙呢，其实这个是导致我们不能分模或分模分不开的一个重大的原因。很多同学们分析面会拉，对吧？拉完了以后呢，模分不开，有这种情况吧？又或者说呢，分析面拉出来了，就自己就知道自己拉的不好。我们先不谈论这个分模，对不对？我们制作分析面，其实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产品把它模分开，对吧？把产品的这一个前模的特征和后模的特征呢，放在2块板上面。那么你做面，其实我们等于说是在做一把刀具，做一把什么刀具呢？分开这个产品这个模具的这把刀。那么你这把刀如果不够快的话，你这个模是砍不开的。怎么样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刀具是快的呢？那你去磨几下，知道吧？你在砍开这个前后模之前，你先把这个刀你先磨一下，它肯定快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什么点呢？就是你把这些分析面都通过插入组合缝合的命令，把这里我们都给它缝起来，你知道吧？你缝起来了以后，你再用我们这个分析检查几何体这个命令呢，我们来给一定要先缝合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单独的片体边界高亮显示结果，你就能看得出来你这个刀上面有没有缺口，知道吧？比如说这里是个缺口，这个缺口它是导致你砍不开模具的一个这个重要的原因。然后你像这里有个缺口，这里有个缺口，这里有个缺口，为什么呢？这个红色的线条代表着什么？片体边界，代表着边界。那如果说这张面跟这张面0对0的缝合起来了，它们有边界吗？边界不但不在这里嘛，对吧？这个地方是边界呀。那么有边界的地方就代表着这个片体是有间隙的，看到没有？是不是这里有间隙的？然后你像这些位置，这些看到没有？这张片体是不是这里也是有间隙的？再到这一边，是吧？只是说你放大了去看，你肯定看得到。但是我不能说我每个片体我都给它放大去看一下吧？或者说我们这个刀对于这个缺口的定义是什么呢？那老师，什么情况下面我这把刀是有问题的？什么情况下面我这把刀没问题？那么在什么前提条件下面呢？缝合的状态下，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也就是说，你这个面和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能不能作为这个分析面？能不能作为砍开前后模的分析面？在缝合的状态下面，只要这里没间隙，这把刀就是可以的。当然，这里有间隙，其实刚刚那个同学把解决方法都说出来了，对吧？换一种命令，我们首先插入组合，找到取消缝合，把这个3个面啊，把中间这3张有问题的面取消缝合，并且直接把它去除参数干掉。我干掉它了，我这3张面不要了，也就代表着我这里虽然说是用延伸去做，但是延伸出来的面呢无法分开前后模。那这个中间我们就换个命令，比如说用扫略，对不对？这还是在插入里面，我们找到扫略这个分组的第一个命令扫略，然后呢选择这3条分形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啊，选这3条分形线的时候，线条与线条要呈连接状态。如果说这个中间线条烂了断了，都需要我们模具设计师去把它手动的接起来，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是比如说你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这个中间它怎么样？它断了。这种在我们这个产品当中，你只要不是平板模，这种属于正常现象，知道吧？我们通常遇到的那种断线、烂线，这个是正常现象。就比如说我这个表面上面看上去这里有一条线，实际你放到线条模式一看，哦，这个地方有个这个中间断了。那么这种情况，你首先要把它连接起来，然后呢，我们再选择这个引导线，引导线最多可以有3条。那么这个扫略跟拉伸，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师照你这么搞呢，就照你这么搞的话，那我不一开始我就用扫略算了，对吧？我也不用拉伸，我也不用什么延伸，对吧？我直接用扫略。扫略和拉伸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们的方向
可以是不一样的。扫列比如说我选的这一条线作为引导线，我鼠标中键确定一下，我还可以选择这一条线作为引导线，但是拉伸它不行。拉伸你只能在，就是说你只能在这个方向这个位置只能选一个方向，对不对？它没有说那可以让你选3个方向，这就是扫略和拉伸的一个，就是说在选线和方向上面的一个区别。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区别啊，暂时呢我们先不讲。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面扫列出来了以后，首先我们去缝合，对吧？我们先给你缝合一下，缝合起来看看，再用这个检查几个题，我们分析，在这里找到检查几个题，我们分析一下看这个面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你别扫列出来的这个中间它又有问题，是不是？那么确定这个面与面之间不存在边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面呢，就是我们放到这个面分析，看一下扫列出来的这张面与邻边这张面，这里有没有立角啊？这里有没有波折？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如果有立角有波折，那就不行。比如说它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这个面它是这样的下来，对吧？然后它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这样的小立角，这个位置它拐了个小弯，这种就不行。那么有没有立角取决于分形线，取决于产品轮廓，知道吧？也就是说在这里你得要学会判断。那么当然，我们通过扫列把这个面做出来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做这个整位。这里大家不知道整位是什么意思的同学打个0，好吧？不知道什么是整位，为什么要做整位？整位在做分形面，在我们整个模具设计当中，它的一个原理或者说意义，有没有不知道的同学？好吧？不知道你打个0，知道的话你可以打个1，行吧？知不知道？不知道0 ，OK， 那我跟大家简单的讲几句，好吧？就是首先你要搞清楚整位的原理。首先整位它是分形面，能明白吧？整位它就是分形面，只不过呢，我们对于这一种特殊的轮廓、特殊的状态下呢，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就比如说现在同学们，大家都得叫我一声老师吧？你不叫老师，大家都得叫我宇哥吧？是吧？同学们，你们应该不会叫我屌毛吧？是吧？对不对？那现在我叫你们叫什么呢？叫同学，是不是？是不是？或者说叫学员，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的身份是老师和学员，但是呢，老师我除了是一个老师以外，我还是个人，我还是个正儿八经带把的男人，对不对？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就比如说我们都是人，是不是？我们都是这个地球上面的高等这个动物，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身份是老师和学生。在这种环境下，是不是？你在公司里面你是什么呢？你在公司里面你可能是加工人员，对不对？你可能是前工人员，是不是？又或者说你是一个学徒，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是在你不同环境下，我们都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你回家了是什么？你回家了，那你就是爹，是不是？你是儿子，你是爹，对吧？你是丈夫。那么整位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整位它所代表的呢，是在分形线顺畅的前提下面，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分形线，我这个地方的分形线从这里过来，对吧？从这里下来，然后呢，在这里突然它就掉下来了，是吧？这里过来再上来，然后这里再过去。那么这里呢，同学们，其实这一条分形线是顺畅的，这样子慢慢下来的，对不对？但是呢，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产品的轮廓，包括这里的分形线，它突然在这里掉下来这么一小段，这种位置就叫做整位，也要做整位。当然，我们做整位的意义是什么？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整位？其实很简单，做整位可以说是更方便于制作这一套模具，就更方便于加工和制作这一套模具，能明白吧？那么当然，整位怎么去做呢？在这里我们注意看啊，首先呢，在这里大家记住了，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分2步做，知道吧？分2步。如果说你是一个老手的话，无所谓，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能明白吧？就是说你要是知道做这种位置，你想咋做你就咋做；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做，你就跟着我来，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这个 YX 你不是来听课的吧？啊？你又说我讲生物学了，你又说我这个嗝打的你措手不及。我再讲下一句话，你是不是得给我介绍个对象了啊？你是不是来听课的？你是来砸场子的还是来听课的？听课就好好听，好吧？砸场子的，等一下我就把你踢了啊！这里的话呢，分2步做。第一步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们不要按照它原本的分型线走，啥意思呢？比如说我的分型线本来是很顺畅的这样子下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很顺畅的这样子下来的？然后它突然就这里这样子掉下来，我们先不按照这个分型线走，我先怎么样？我把这边的分型面，我给你抽取延伸出来，对吧？我延伸，我也延伸100，是不是？那么我延伸完这个100以后呢，我这个中间我们呢先做一张能够接顺这张面和这张面的一张面，这个中间我们先自己做一张面，知道吧？我中间做的这张面呢不跟着它的分型线走，这里大家记住分2步，这一个步骤非常重要啊。等一下我在讲这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用的原理方法思路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知道吧？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听了，简单的你搞不懂，等一下搞这个复杂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你更听不懂，知道吧？那么这里我们先怎么样呢？我们先做一张面，不按照分型线走，先做一张能接顺黄色面和这张绿色面的面，用什么命令做呢？很简单，对，通过曲线组，在插入的网格曲面里面找到第2个命令，这个命令通过曲线组呢，你选择左边的这条线，鼠标中间确定，你再选择右边这条线 ，OK。再选择第一条线相切这张面，第2条线呢就相切这张面，对吧？这样一来，在这里大家注意啊，相切这2个字代表的就是接顺的意思，相切代表的就是接顺。那么这里的话，我只要我的面相切了，它100%顺畅，知道吧？同学们，为什么就是说那分型面为什么要做顺畅呢？啊，这个大家有考虑过吗？有思考过吗？比如说我做这张面的时候，我们都在就是去考虑到一个问题，去怎么样？我们都在考虑到一个接顺。那为什么要接顺呢？那接顺的意义是什么呢？接顺其实在设计当中我们叫接顺。其实我很少会跟我的一些学生，其实比如同学们，这张面去做顺就是为了好加工和好配模，知道吧？这张面去做顺畅就是好加工，方便于加工，它的加工精度能够更高，能够达到更高，方便于配模，钳工师傅他配模的时候更好配，知道吧？那么你方便了加工，方便了配模，同时能够达到的一个点呢，就是保证了我们模具的一个质量。你保证了模具的质量呢，你就保证了产品的一个质量。这个就是说它是一环扣一环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要把它接顺，是不是？我并没有说啊，这个地方要保证它加工，要保证它怎么，要保证它怎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啊！因为讲这么多没有意义，知道吧？既然大家在这里学设计，我相信大家都是想做设计的。那么做设计一定有一套属于做设计的思路。那么这里接顺这个位置以后呢，因为同学们，我这个分型面能对上分型线吗？我这个地方其实分型线根本就不是这么走的，知道吧？我这个分型线它是从这个下面这里走的，对不对？根本不走上面。OK， 我们呢把这个产品单独拿出来，再针对这一个，比如说你这里我们也用延伸，对不对？对吧？我这个圆角这一个斜面再转到这一边这个地方这个平面，我们也是用延伸去做。但是呢，我先在上面做的那一个面，把那个主要的大面做出来了以后呢，我再来做这个分型线上面的这些小小的面，这些次要的面。而整位的分型面呢，不用延伸100，只要延伸一个够封胶距离的一段距离就够了。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封胶距离是30，那我们就延伸30或者说40就够了。比如说你这个封胶位你是20，那你只要保证你的封胶距离有20个毫米就够了。而这个封胶距离是怎么定的呢？根据不同的模具来定，这个能理解吗？封胶距离就是我产品的边边到我这张面的终点做到哪里，中间这一段距离，这个叫做封胶距离。那么这一段距离呢，根据产品大小、产品质量要求、客户的要求来定。通常情况下面来讲，我们一般是会根据产品大小来定，能明白吧？因为你一个厂子里面，它不可能去接那些杂七杂八的模具做啊，它又接什么这种空调的模具，又接这种汽车模，又接这种机壳模，又接这种家电模，很少有这种厂，知道吧？一般我们这种模具厂呢，它只会专注于一个方向，要么他们厂里面全部做汽车模，做这种大型类模具，要么他们厂里面做这种精密的，要么就做出口的，要么就这种机电家壳玩具的这一种家电类玩具的，知道吧？所以说基本上啊，这里同学们，我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基本上大部分模具厂它不会说杂七杂八的什么模具它都做，知道吧？
那么这里呢，所以说我们在公司里面呢，如果没有设计标准，如果说你们公司里面没有设计标准，那我们就直接根据机台的吨位去定，这个能理解吗？机台的这个吨位，也就机台吨位决定着是什么呢？决定着你的这个模具多大，知道吧？模具越大，那我们这个封夹距离就留的越多。那像这里的话呢，这个产品的话，我们留个20个毫米封夹就够了。当然，我们把这里的面延伸出来了以后呢，因为它延伸出来它是歪的，你知道吧？它就是说它是歪着向这一边走的，是不是？它并不，我们摆正了以后，它并不是说它是直的出来。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定义一个 Y 的坐标，对吧？我在这里摆个坐标，我用 XC 方向或者说 YC 方向，大概的去对准产品的一个轮廓，然后呢修剪体，框选一下，选择 YC 方向，在这里呢，比如说出来20个毫米，外面的我就不要了，是吧？对吧？外面的不要了以后呢，我们再在这里呢把多的少的该割的该切的给它切一下，就是说我这里这个面多了，这里要删掉，这里要删掉，对吧？这里要删掉，这里要删掉，是不是？这个面就是延伸的时候，它撒开了，对吧？它不是说只往这一个方向走，这种地方就很简单，我们直接还是用延伸这个命令啊。延伸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制作拐角的命令，你直接把这种呈交叉状态的这个面呢，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制作一下拐角，对吧？这个面选择一下，再制作这个面，然后呢，利用这个箭头和这个箭头，或者说呢，利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来控制你保留和舍弃的位置。OK， 搞定。那么现在呢，我们按照分形线做出来的这个分形面就已经做出来了。接下来再要做的呢，就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大面，对吧？拆分体，按照我们的这一个 YC 方向呢，进来20个，出去20个毫米，多余的我要割掉，把上面这张大面删掉。因为就同学们这里来，我这张面是对不上这个分形线的，对不对？我这里是做的一张辅助面，或者说是一张假面，把这个面删掉。你删掉了以后，现在同学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 O 了，对吧？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搞定了，对不对？我前面的这一段面我以对上分形线来做，后面的这一段面呢，我以接顺这种大面或顺畅的面呢来做。这样的话呢，我既保证我的分形面对上了分形线，我也保证了我的分形面好加工和好配模。最后我把这个缺口拉伸一张面，把它一封，对吧？把这个缺口呢，我们给它封起来，利用修剪片体，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选择这个片体，对吧？然后呢，我们再选择这几个绿色面，把这几个绿色面一选，把它下面的一删掉，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位呢就做好了。这是一个标准的整位，没有任何难度的整位。当然同学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呢换一个整位啊，我们还是围绕整位来讲，但是呢这一个整位同学们就没有这个这么简单了啊，它不好做啊。怎么个不好做法呢？在这里同学们这个听懂了吗？有没有啥疑问的吗？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整明白的？有没有？有的话就打字把问题问起来，好吧？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讲这一个整位。这个整位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然后这一边这个整位让它又高一点，知道吧？我们一个一个来。OK， 没问题，都听懂了，都听懂了。为什么小鲜花都不搞一朵？啊，这么就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听课吗？啊，第一次来听课对吧 ？OK， 那欢迎一下啊，各位，我是青宇老师，好吧？我是青宇老师，给面子的话，大家还是。叫老师或者叫宇哥都行，好吧？啊，不给面子，那你就当我放了个屁。然后这里的话呢，同学们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不懂的自己要问，好吧？我是会按照我备课的这个流程，就是一点一点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点一点去讲。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好吧？老师微信号来一波，微信号的话等一下，好吧？别急啊，别急，你加我微信号是有什么问题吗？加我微信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还是有女性要介绍给我？还是说你就是个妹子？啊，要这么说的话，那马上就可以加啊，是吧？这里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整位。首先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整位在我们整个模具设计当中，它占的成分是非常多的，很多位置我们都可以用整位这种做法思路，或者说对于整位去定义。那么我们去判断一个分形线是不是整位，取决于什么呢？一定是跟分形线和产品轮廓
就是说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你比如说你像这里的分形线对吧，从这里过来对吧，这里突然掉下来过去上去，你如果说你这里的分形线这样子过来，这里下来，这里过去，它不上去了啊，它直接这样子过去的话，这种地方就不需要做整位，知道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你这里掉下来了过去，你又上去了，那这种地方十有八九是要做整位的。当然，针对所有的凹凸不平，比如说你凸起来了，也做整位，知道吧？这里的分形线，比如说是平的，然后你这里凸起来了一点点，那这里也做整位，凹进去了也做整位，能明白吧？那么这里呢，首先做整位呢，我们分两步做，先做大面，再做小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主次面，主次面啊，就是先做主要的面，再做次要的面。那么因为这一个产品呢是左右对称的，那么这一边这个分形面我就不做了，好吧？这个地方的分形面我就不讲解了，我直接呢用镜像的方式呢把这张面复制过来，好吧？这个大家没毛病吧？就是我直接利用这个编辑里面变换，选择这一圈分形面，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一个 XC 方向杠 GC 方向，这里就是说刚好这个坐标也在中间嘛，对吧？在这里我们 XC 杠 GC 平面确定，把它呢复制过来，复制过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呢做，反正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个整位，就是毫无疑问。那在做整位之前呢，我们要先把这个大面，比如说你这里交叉了，对吧？你这个中间呢又空一截，那么你这种情况怎么做呢？首先你先把这个交叉的问题解决掉。交叉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直接用那个制作拐角，对吧？就刚刚用过的那个命令，把它选择左边的面，再选择右边的面，是不是？你在这里呢给它制作一个拐角，把它们相互做个修剪，那不就多余的割掉了吗？只是说呢，我们去制作拐角会导致这个中间有个立角，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这样的立角。那么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立角是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要不要对这个立角能进行优化？这个就是还是那句话，同学们，你们来听课，既要学会就是去做，你也同时要学会去判断。你不要呢，就像很多同学来这里就跟着我做，也学会了怎么去做分形面，做完了以后呢，自己还是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知道吧？你不单单要来学怎么去做这个设计，你还要学什么呢？去判断。这个哎，对，没错。你像这个地方的这个立角是不允许有的，为什么？我这里的分形线它是朝着下面走的，这里根本分形线不存在立角。其次呢，就是既然分形线都不存在立角了，那我的分形面就更不需要有立角，我直接在这里插入细节特征，找到边导圆，对吧？选择这一条边，你想导多大这个圆角，咱就导多大，导到它能够接顺这张面为止，导20，对吧？把这个分形面导20了以后，那这个就漂亮了吧？同学们看到没有？就是非常的光滑。同学们，您是不是得来朵小鲜花？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够了啊，开个玩笑，这个同学们反正小鲜花呢是免费的小礼物，然后你们呢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好吧？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呢叫秦宇老师，啊，听我的课如果能听得懂，给面子，以后看到了我叫一声宇哥，对吧？啊，你要是刚刚进来的，还毛都没学到，那咱不急，慢慢往后面听。那么这里的话呢，大家注意啊，我们放到这个面分析这个位置，因为我们是先做大面，那么在这里，同学们，我需不需要呢在这里调节一条曲线，把这个缺口的面呢先补起来？同学们要吗？这个步骤要不要做？啊，这个步骤要做吗？就是我需不需要像做这里的这张面一样，我先把这张大面给它做出来？不要，到底要不要？啊，这个就意见不统一了，是不是？对不对？你可做可不做啊！这里有个同学最诚实了，不知道，不懂，没关系。这里呢，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做这个整位的时候呢，我是不是先做了这个上面这档面，对吧？这个大面，这里也是个整位啊。那我要不要先把这个缺口先封起来呢？其实是不要的。有一句话叫同学们叫现学现卖，要举一反三。我这里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假设我呢把这个缺口封起来了，我先举个例子，我先假设我呢要把这个缺口封住，我得给它封起来，是吧 ？OK， 那我们通过这个我随便搞了个命令把它封起来了。那么同学们，我封起来了以后，我是不是接下来再做什么？啊，我接下来是不是再根据这里这个位置的分形线来做延伸？那么同学们，你坐标摆到这里来，
是吧？这一张面我最终是不是要以负 xc 方向出来20个毫米割一刀？我这张面还要做吗？我这张面还要不要做？那就不要做了吧，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这张面就算缝起来了，最终我这一个位置我都要，包括这里我都要割掉，我要删掉。我要删掉怎么样？我删掉要按照它原本这个位置的分析线，对吧？放大面分析，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是说那一些说要的同学，还有一些就不知道的同学，比如说我这里我也抽取这张面，抽取这张面，对吧？然后再转到这一边抽取这张面，这张面 ，OK， 再转到这一边抽取这2张面，对吧？抽取与分析线有关联的产品表面或产品背面，然后呢用延伸，延伸的话我们稍微多延伸那么一丢丢，对吧？这里我们延伸50，然后这里我们延伸50，是吧？这里延伸50，延伸50，这里延伸50，这里再到这里 ，OK， 到这里延伸50，是吧？你延伸50个毫米出来搞定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这个就 over 了？是不是就搞定了，对不对？那么我最终是不是得用这个修剪体插入修剪，找到第一个命令，框选这里的面，以正 xc 方向这里出来20，是吧？要割掉，割掉了以后，当然我这个中间的面我也要补起来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里因为这个中间没得延伸，知道吧？这个地方它只有分形线在这里，你抽取这张面延伸不行，因为这张面延伸的话，这张面向下走了，它不是横着出来的，它是向下走的，这样的话它就是插穿，对吧？那你像这里的话呢，我们直接用这个 n 边曲面，在插入的网格曲面里面呢，我们用这个 n 边曲面呢，找到这一个命令，然后把这个缺口呢，直接给它封起来。封起来了以后呢，像现在这个同学们看到没有？搞定了没有？是不是就搞定了？然后把这3张面这里该了，就是说，这里先不能缝合，这里有一点点多的，我们先用这个修剪的片体把它先割一下啊，把这个面通过这张面和这边这张面把它多余的要先切掉，啊，这里也多余的切掉，然后缝合起来。OK， 把这几个位置这里的面缝合一下啊。这个位置的面，我是不是这里这个整位的第2个面，我们是不是就做出来了？对不对？能做整位的不做插穿吗？不是的。啊，你这个同学，我估计你是钳工都不是吧？能做碰穿的就不做插穿，不是说能做整位的就不做插穿，知道吧？你像这种面，这张面是插穿，知道吧？这张面也是插穿，这种面是碰穿。碰插穿的定义取决于产品的脱模方向，知道吧？你像这里的分析线，我们是没有办法做碰穿，所以才做的插穿，知道吧？啊，这个我这样子给你解释2句，估计你也听不懂。这个你有时间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好吧？因为这个碰穿和插穿呢，这种知识点呢，属于是比较基础的。我把我 VIP 课里面的这个笔记呢，发给你，好吧？哎。啊，这个发不了，这个你怪不了我了啊！我本来打算把我那个 VIP 课里面那个对于碰穿和插穿的定义整位的这些，就是说文本的方式，就是我准备本来打算发给你，但是发不了，没办法啊。老师公开课哪里有？这个就是公开课啊，这个就是公开课，能明白吧？这个就是公开课，你是不是走错课堂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因为我这个整位已经做到位了，对吧？我这个下面的这个次要的面呢，我都已经根据分形线该做的都做出来了，是吧？然后呢，我们这里拆分体，按照我们的 xc 方向，坐标刚刚挪走了啊，我们到这里重新摆个坐标，好吧？这里我们按照 xc 方向把这个大面在这里割一刀。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地方呢它出现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黄色的这个大面，它跟我延伸出来这个面它对接不上。但是呢，现在目前而言呢，就是说这张圆角的面与我这一个大面，这个大黄色面，它们形成这种交叉状态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它们方向不一致了。同学们，很多分析面它难在这个位置，能明白吧？很多分析面它就难在这个面的方向。它要么呢这个中间就空掉了，它要么呢这个面就打架了。那么这里的话呢，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不要慌啊，把这个中间看到没有，这个位置的黄色的面先删掉，这一张面先通过修剪的片体，知道吧？把这里到这里 ，OK， 这个中间的我们先把它割掉，
然后呢，你这张面也可以割掉，知道吧？这个绿色的面也可以，因为它们交叉了，你简单一点，你不要去想那些其他的，你直接把多的切掉，切掉了以后呢，现在同学们，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搞定了，对不对？但是呢，搞定了是搞定了，它有一个不好的情况，就是这里是个立角，看到没有？这里是个小立角，对不对？是不是？这个大家，这个同学们，你只要不想啊，你一定看得到。明白吧？这个地方是个小立角，对不对？那这个立角怎么优化它呢？优化这个立角的呢，有2种方法。就是说，优化这个立角啊，这个立角有2种方法，这个大家注意听，好吧？首先呢，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圆角多大。比如说，我们几何属性先测量2.01的圆角，对不对？这个圆角原本是2.01，把这个面删掉。这里我们去除一下参数啊。然后呢，把这个面取消缝合下来，把这个面给它直接干掉，把这个面删掉。他妈的，怎么老是这样啊？哦，现在没问题了。然后你删掉了以后呢，把这个面跟这个面都延伸出来1毫米，你不用延伸很多，你延伸1毫米0.5都够，知道吧？这个面延伸上来1毫米，然后呢，把左边的这一个圆角面和这一个三角形的这一张面缝合起来，先缝合这左边的面。在细节特征里面，我们找到面导圆，选择左边的面，确定再选择右边的面，在这里呢导一个2.01的圆角，这样导。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大家看到没有？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就等于说是导了2个圆角？那在这里同学们要注意啊，我这个中间看到没有？这里到这里，这个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代表什么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这一张大面跟这张面导起来的圆角是这样。这一张大面跟这张面导起来的圆角是这样，这个圆角跟这个圆角虽然说它们的半径都是2.01，但是这2张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它是不一样的面，只是说半径大小是一样的，能明白吧？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我这里也导了个圆角，对不对？其实我要对上的只有这一个面。我只要这个圆角能够对上这里的分形线就 OK 了。外面这个圆角你想怎么导，咱就可以怎么导，知道吧？你比如说你导个2.01的，你导个3毫米的、4毫米的。比如说，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同学们换种做法做，去除一下参数，对吧？对吧？我们把这一边呢换一种做法，我们呢还是同样的，这边我延伸的话就延伸2.5个毫米，这一边延伸出来2.5，我先把它做成立角。我先把这个位置做成立角，能明白吧？那么我现在不用面导圆，不用面导圆的话，用什么导圆？用边导圆，是不是？边导圆在这里输入2.01，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改变可变半径点，你选择里面这个点是2.01，你在这里选择外面这个点，打个3.5，啊，打个5个毫米，打个6个毫米，同学们看到没有？但是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圆角我是对得上的呀，对吧？也就是说，我的这个圆角的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是能对得上这个分形线的。至于你外面你想导大一点可以导啊，这种操作在汽车模的分模当中是用的最多的，能明白吧？这种操作啊，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汽车模当中是用的最多，但是呢，在这种机壳类家电类模具当中没有。啊，机壳类模具、家电类模具，他们基本上要么就是个直角，要么就导个均匀的0.5的圆角，它不会说去导这种可变圆角。当然，同学们，当然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在不同的啊，像这里有一个同学问到了，他说哪一种好，对不对？这里呢，同学们，你要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就是那就有一句古话叫做什么来着？乌龟找乌龟，王八找王八。那句古话是什么来着？大家记得吗？能不能明白？就是你是什么样，你就找一个什么样的，对不对？就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是不是？那么我们做汽车模和做这种家电类产品，首先它模具有一个大小区分，第二它有一个区域之分。你在浙江做汽车模和你在广东做这种家电类产品、机壳类产品，他们的这个设计方法和设计思路会有一丢丢的区别，它的加工工艺是不一样的，能明白吗？能不能明白？大模具的话，为什么要有这种操作呢？大模具，因为你模具比较大的话，你这个位置搞一个这样的立角在这里，
你模具这么大，你这个模具随便磕一下，这个铁就磕的不见了，知道吧？而且你大模具，你光加工，你上机和这套模具下机，它不像小模具，知道吧？小模具你双手你直接给它抬到那个火花机上面去了，大模具你得靠行车，是吧？你搞上去你是不是还得下标？你小模具，老师我那个时候打火花机的时候，我那个铜锤，我那天要是手感好，我敲2下我就能把它下标下好，分钟分好。大模具你去拿铜锤敲啊，你敲得动吗？这个就是一个大小模具的它的一个就是说加工方面的区别，能明白吧？你大模具组装一套模要1天，小模具呢1个小时，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当然在圆角这个点上面的同学们，还是像刚刚那个同学问到的，就是哪一种好的。这个他没有说哪一种好，知道吧？就像你找老婆一样，只要你觉得好，那你老婆就是好，知道吧？能明白吧？只要你觉得你老婆是好的，那你不管哪一个人觉得你老婆不好，那都没有用，对吧？是不是？只要你爱你老婆就够了。但是呢，对于这一种情况下面，同学们，我更建议大家导什么圆角呢？导这种规则的，你不要去在这个地方圆角给它加大一点，知道吧？这个没必要。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圆角本来就有什么呢？本来就有2.01个毫米半径的大小，这种圆角它不算很小了，知道吧？这种圆角在这个产品当中它不算很小了，能明白吧？你看到没有？我们放到这种状态，是不是这里还是有圆角的，对吧？你看得到这里这个圆角的，是不是？但是你换个角度讲，同学们，假设我在这里打个0.5的圆角，你看得到吗？你现在你把这个产品放成这种状态，你看得见这里有个圆角吗？你看不到了吧？是不是看不到了？比例能明白吧？所以说因为你这里的分形线的圆角本来就是2.01，对吧？有这么大够了呀，没必要再给它加大了。OK， 把这个圆角给它接顺了以后，最后我们把这个面跟这个面缝合起来，对吧？这个位置的分形面搞定了。OK， 最后呢，我们通过插入组合连接面这个命令，把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拆分体割出来的那一条线把它优化一下啊。然后 N 边，这是直播啊，这个同学好吧，这个是直播啊。然后模具里面是不是有导柱呢？是的，它既有导柱也还有导套啊，知道吧？它又有导柱还有导套，知道吧？啊，这个同学一看就是没基础的啊。然后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整位，这里的话，等一下我会把它讲完啊，知道吧？这个地方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但是呢，我们先跳到这一边来，把这个位置整位给它讲一下，因为这个整位它是3个不同的整位，知道吧？3个不同类别的这个形状啊类型的一个整位，好吧？然后接下来，那我们抓紧时间看到这一个位置。首先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位置它这个产品的轮廓呢，它是这种内拐角，知道吧？它不像我们做这里的这些分析面，你往外面做就完事了，知道吧？你往外面做，你做到这个后面来，做出来是什么样你都不用管，你只要接顺了。但是呢，做这种位置它就不一样。做这种位置，同学们，我这里的分形线，我面往哪边做？我是往这边做，还是往这边做，还是往这边做呢？还是往这边做，还是往这边做？反正我不可能往这边做，对吧？是不是？就比如说你找对象一样，你总得是个女的吧？你总得是个异性吧？是吧？我是个男的，我找女的；我是个女的，我找男的。你总不能男的找男的，女的找女的吧？这个就有点乱了，是不是？对不对？首先我们的前提是什么？你这个位置的分形线肯定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做，而不是往这边做。那么你这里的分形线往这边做，具体往哪个方向做才是对的呢？啊，同学们，你是没错啊，我分形线是要往这边做，那往哪个方向做是对的呢？我这里的分形线要往这边做，那他们就会打架呀，对不对？方向还是那2个字。同学们，取决于一个分析面你做的好不好，其实对于方向的把控是很重要的。你不要看这个产品，就同学们，你很多同学还没开始学啊，看到这种产品啊，老师，那我有点笨，对吧？啊，这个那我不会，对不对？啊，怎么样？那你要这样，那你就不要学了，知道吧？首先，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在学设计的同学，设计它不好学，但是呢，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知道吧？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老师
我自己做设计我做了8年，我自己做学徒我都做了2、3年，然后我自己现在搞培训我搞了6年，我可以就是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设计它不好学，它真的不好学，它不是说你随便学一学你就学得会。但是呢，我刚刚又讲了，对吧？有一句古话叫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要说它真的很难学吧，也没有那么难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样呢？你要找到一个叫青雨老师的人，知道吧？你让他带着你学，那就没有什么好不好学、难不难学了。你只要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学，能明白吧 ？OK。那这里的话呢，首先我教大家这个位置，我们先用什么思维去做啊？首先呢，你不要管这个面的方向怎么样，你放到面分析，先看能不能延伸，这个是你第一个要看的。能延伸你就把这个面延伸出来，不能延伸再想办法，能明白吧？我们放到这一边，在这里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有蓝色面作为参考的，对不对？看到没有？这张蓝色面，这里蓝色面，这里蓝色面，这里蓝色面，对吧？蓝色面的边边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的分形线呀。我们把这个蓝色面给它一抽取一延伸，对吧？先做做看，做的对不对，能不能行再说。我把这里这个边边的面都抽取出来，然后这里大家注意啊，这个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分形线它有一个整位在这里，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分形线从这里下来，然后过去再上去，这个位置先怎么样？来，我们的同学们，这个位置怎么做？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怎么样？不要刷鲜花，现在要回答问题了啊！这个地方咋做？这个地方先忽略掉，知道吧？先不做。能明白吗？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位置大轮廓的这个面做出来，我把这个大面做出来了，我再做这个面，那就 so easy 了，知道吧？就简单了。你不要把这个地方的面也去延伸啊，也去抽取，然后放到这整个位置的一个面去做。同学们，你要在学的话，你肯定做不出来。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会了，你想咋做你就咋做，你能明白不？能明白不？你要不会，你一步一步来，老老实实的，知道吧？你都还没骗到人家女孩子做你女朋友，做你老婆，那你就跟个大哥似的，对吧？电话也不打给她，鲜花也不送，电影也不带她看，那你觉得你追得到她吗？你没追到之前，你老老实实的追她，知道吧？追到了以后，你想咋地就咋地。为什么？因为她是你女朋友，对不对？对不对？能明白吧？像这个中间，我们先怎么样呢？我们呢，先在这里桥接一条线。利用这个插入来自曲线级的曲线这个位置啊，找到桥接，就是我这一条线其实是什么？是假分形线。然后呢，我把这里能延伸的面，比如说你这个面能延伸，对吧？我也不管你延伸出来是往哪个方向走，反正我先延伸了再说，对吧？你这种能延伸的面看到没有？这一边能延伸的，我通通都给你延伸出来，对吧？这里这一张面能延伸的，这里能延伸的，是吧？然后呢，这个位置这里的面能延伸的，是吧？我这里这个面延伸不够的，哎，我再给你加一段，是吧？延伸出来了以后，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这个中间还空了呀，空了的这一段是什么？空了的这一段是不是就是那个整位的地方？我先怎么样？这个地方用什么命令？先在这里做一张面出来，啊？用什么命令？来，快点！尴尬了啊！要学设计的一大堆，问起问题来回答出来的就没几个了。哎呀，这个你们这听的啥呀？啊？用那个通过曲线组呀？为什么是用 n 边呢？用这个命令呀？用这个命令做出来的分析面，它能接顺呀？对吧？我可以相切这2张面呀，这样的话，我这张黄色的面一定是接顺这张绿色的面和这张绿色的面的，对不对？哎，现在这样一做的话，同学们是不是好像有点思路了？对吧？虽然说这张面这里延伸出来的面和这个位置延伸出来的面，它们交叉了，打架了，就虽然说它们打架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中间，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怎么样？这个同学们？我这个位置是不是就跟刚刚这个地方一样？我到时候我可以用圆角把它接顺呀。学会了没有？这个地方能理解吗？大家？首先，我们做这个大方向、大位置的时候，你要忽略这个整位，一定要忽略它，先把这个大面给它拟定出来。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左边的面延伸出来了，与右边的面延伸出来了，它们呢交叉没有关系。那么在我们去接顺交叉这个位置之前呢，我们比如说你把这3张面，对吧？这几张面你先缝合，缝合的目的是什么？检查面与面之间有没有间隙，存不存在问题，对吧？这个面没问题，那我们再来缝合这张面，是不是？缝合完了以后，用检查几何体来检查一下，因为你延伸出来的面，它看到没有？它们可能会出现分歧，知道吧？这个面它们都是在这里，对不对？这一张面延伸出去，它向这边走；这一张面延伸出去，它向这边走，那这个中间就一定有间隙，先处理掉间隙。而这种间隙很好处理，知道吧？你把这个延伸出来的面删掉，然后用扫列也好，用网格也好，你把它接顺对上分形线。一定要注意啊，既要接顺，也要对上分形线。我们用扫列选择这条线，对吧？再选择这条线 ，OK， 确定，选择第1条引导线，确定，再选择第2条引导线，确定 ，OK， 那就搞定了呀，对吧？我们这张面是怎么样？这一张面是通过这一条分形线，按照这一条引导线和这一条引导线呢做出来的。那么这一张面它就一定对得上分形线。对得上邻边这张面和这张面，为什么？因为我这张面就是通过他们得到的，就是通过他们制作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你缝合起来，把这3张面一缝合，没毛病了呀，对吧？你这张面只要一缝合接顺了，看到没？这个位置搞定了，搞定这个位置以后，那这个位置是不是就直接能够做制作拐角，对吧？我把该修剪的都修剪。两边我们做个制作拐角，制作完这个拐角以后呢，在这里大家再注意看啊，这个中间那不就是个立角了吗？它是个立角，我再导个圆角，我不就接顺了吗？很难吗？啊，同学们很难吗？没有很难吧？对不对？我是不是这个中间到时候我加一个这个圆角，我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接顺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圆角不要急着加，知道吧？这里是用圆角接顺，但是呢，因为我这种地方看到没有，我这种位置是不是这种地方的分形线我都没有做出来，这种圆角不要急着做，知道吧？就是说你圆角面被我们称之为次面，是不是？所有的圆角面都不要急着做，你可以留到最后，甚至最后去做，能明白吧？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把这个整位来跟大家讲完啊。这里的话呢，首先我们所看到的，我其实呢，这个位置的圆角和这个位置的圆角我是忽略掉了的，知道吧？我是把这2个圆角忽略掉的。那么单独针对这2个圆角而言来讲，我们怎么样呢？延伸一定要先延伸，知道吧？这个地方我们先延伸0.5、1个毫米都行，你不要延伸多了。延伸这1个毫米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于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圆角多大，5.025，这个圆角多大？哎，刚好2个圆角一样大，对吧？直接就在这里用面导圆导，能用面导圆导就最好。用面导圆导不了，我们考虑用边导圆，知道吧？这里呢，还有就是同学们不要太死板了，知道吧？你就是说你这个搞不了，你就换一个嘛，对不对？是不是？对吧？你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了，你不会换一个女朋友啊，对吧？啊，这个女朋友不跟你在一起，你会死掉啊？能明白吧？我们在这里呢，直接就给它导一个5.025的圆角，当然导不起来，对不对？看到没有？圆角面相交呢，导致附着失败。这个附着的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面做到这个上面的意思。然后这里你不能一次性导，那怎么办？取消缝合，把这个面，对吧？你两边的圆角分开去导，在这里找到面导圆，选择这边这条面，再选择这边这条面，导个5.025，是吧？这边圆角先导起来。然后呢，你选择这个面是不是？再选择这一张，选这个面的时候大家注意选单个面，不要选相切面。是吧？你如果选相切面的话，你看到没有？连带这个位置的圆角都给你导了。但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圆角不要急，这种立角的圆角是最好导的，但是你要留到最后导。你导的越早，你后面就越吃亏，能明白吧？你导的越早，你后面就越吃亏。所以说你得怎么样？你得分开做。你不要导不要导早了，你导早了，你后面就要返工，知道吧？你何必呢？是不是？你像这里哦，面导圆也导不了，妈的，是不是？没关系，我把这个面取消一下缝合，把这3张面，也就是说你在设计一个位置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整体设计，那你就分开，能明白吧？如果说你不能整体
他妈的这个地方估计是你们小鲜花不到位啊 ，N 边不行吗？啊，你这个同学呢，N 边，你这个基础不是差一点啊，是差很多啊，知道吧？你这个基础你不是差一点，知道吧？你差的太多了，我没办法跟你讲了，你们明白吧？这个烦恼同学啊，你这个基础你差一点，我能够给你讲解，你这个差的太多了，你这种也是完全命令都不懂的，好吧？ N 边根本处理不了这种圆角，知道吧？能明白吧 ？N 边根本处理不了这种圆角的位置。OK， 没办法了，对吧？因为它面导圆导不了，我们只能说换一个思路，对吧？我们只能说换一个思路呢，用边导圆去导。最后我把这个缺口做起来了以后呢，同学们检查分析面的顺畅程度。 对不对？其实这个分析面的顺畅程度，我早就怎么样？我早就已经做好了。现在我只是去欣赏一下我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中间找成就感，对不对？这个搞不好加工也什么意思啊 ？N 边它只适用于做什么位置呢？它不适用于做这种圆弧面，你知道吧？我可以 N 一个给你看。 对吧？你选的这条线，然后再选的这一条线，对吧？再选的这一条线，你 N 边出来的这个面，它不是弧面的，明白吗？看到没有？是不是？它不是这种圆弧面，它是这种就是更倾向于这种平面。而我这个地方呢，它又是一个圆角，理解没有？老师的意思呢，是以你的智商很难给你。这个同学，你这是在干啥呀？啊？你这个就有点拉仇恨了呀！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你这个搞得我解都解释不清楚了呀，明白没有？这个烦恼同学，就是你用 N 边这个命令，它做出来的面更倾向于一个平面或一个斜面，或者说一个弧度向一个方向的面。但是我这里是一个圆角，我做出来的面得是个圆角，所以说不能用 N 边，知道吧？你可以用网格或者说扫略都可以，但是绝对不能用 N 边，知道吧？ 好吧，然后这个同学讲的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也不要误会，不要想多了啊。大家来听课的都是聪明人，知道吧？为什么呢？最少知道要学习要进步，对不对？比起那些一下班了就去泡妞的，应该要好一点，是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因为我大面做出来了以后，我这个整位还难吗？同学们，我这个大面做出来了以后，我再来做这个位置的整位，它还难不难？在这里还是那句话，不管一个多难的位置。 只要你分得足够的清晰，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你不管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多漂亮，只要你的手段足够强烈，你的手段的足够多，你一定有办法追得到，知道吧？只要你舍得追，舍得干，同学们，这个世界上面的女孩子，我认为还是很好追的啊。你像我们学校，就是说，你像我们积学教育恨天老师，他1年换个女朋友，牛不牛逼？啊，我都做不到。他1年换一个，我认识了他应该也是5、6年吧，反正他换了3、4、5、6个了。但是他人吧也长得不怎么样，对吧？你要说他长得很帅吧，我感觉他还没有我帅，对吧？但是他就是厉害呀，他就能换到女朋友啊，我不行啊，对吧？OK， 这里的话呢，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分开做，知道吧？我上面的面先怎么样？我先隐藏，对吧？我这个大面我先隐藏一下，这个下面的面我们怎么样？下面的话，我们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哎，用扫略，是吧？这个地方因为没有延伸，那我就换一个这个命令做，用扫略呀，或者说用拉伸啊，都可以吧？对吧？我这里扫略把它扫起来。或者说呢，用 N 边把它 N 起来 ，N 完了以后，同学们注意，这个面要这么长吗？不要吧，你撑死了到这个位置了吧，对吧？你这张面你撑死了到这个位置吧，是不是？我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给它做通了，用拆分体，把这里的面狂选一下，直接以 YC 方向，在这里大家注意，把这个地方切割一刀，去除参数，去除参数以后呢，我这个中间呢给它删掉，对吧？我这个中间呢给它删掉。
删掉了以后呢，把这个看到没有？这里打架的面制作拐角，这里大家注意啊，你什么时候用这个制作拐角呢？面要交叉，知道吧？你看到没有？这两个面交叉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制作拐角；面不交叉，我们就不用这个制作拐角，知道吧 ？OK， 最后把它缝起来，啊，这个缝合就比较简单了，对吧 ？OK， 搞定。那么做到这一步以后呢，我是不是只需要把它在这个大面上面，对吧？通过这张面，通过这张面，这张面，对吧？这张面，这张面，然后这张面放到这张面，把这个中间的我给你删掉了，然后这张面我通过这张大面，对吧？这张大面 ，OK， 在这张大面确定，是不是做好了？学会了没有，同学们？对吧？我把这个地方干脆我也不做什么整位了，我给你这个地方拉通算了。就是说我不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个平面，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就不是说像这种一样，对吧？我就不做一张这样的面了，我直接让它拉通，给它拉出来算了。这样的话也是更方便于加工，知道吧？这个同学们学会了没有？但是如果说让你一开始去做一个这样的面，或者说同学们就这种情况，你们不看我讲解，比如说我换一个，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前2天的作业。我们这个，等一下啊，就是说，如果说你不看我讲解，你直接去做，你做得出来吗？我老师，我毫不夸张的讲，我让你对着做，你都做不出来；我让你抄，你都抄不出来。比如说，你像这个产品，同学们，就这个我们就刚好昨天我们 VIP 课把它讲完啊，就这一个产品，我让你去抄，你都不一定抄得出来，因为你没有看我去做过。就这个产品。啊，同学们看到没有？我甚至可以把这个跟这个都发给你，你自己去抄，你不一定抄得出来，知道吧？你抄出来还不一定有这个效果，能明白吧？所以说在这里，同学们，思路你在做分析面也好，做整套模具设计也好，你的思路是很重要的，知道吧？你的思路是很重要的，你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再做什么。你做结构也是一样的。像我上一节课我讲的那个鞋顶，对吧？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分清楚这个地方有哪几个位置倒扣，对吧？这个倒扣它得往哪个方向脱模，它能带动哪一些倒扣，它会不会有干涉，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个同学们，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你想要靠自学学会设计，基本上不可能。